Hello，大家好，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这一期 vlog 讲的是中国国内版权的一些情况。起因是这样子，前段时间呢，有国外的人找到我，就是想购买这边的版权。他是通过 LinkedIn 来找到我的，我就问他你需要什么类型的，你大概预算范围是多少？然后他给到我一个价格区间，大概我有印象是2000到5000元。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说的是元还是美金？他告诉我的是人民币，他又给了我一个清单，我就看了一眼清单，很多名字都很眼熟，我就回复他，我可以帮你查一下，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这个价格应该是不可能。于是我在 ADX 上查了一下，这个东西我后面会讲什么是 AD 甚至其中有一个是听花岛的剧，听花岛的剧别说是5000人民币，就说是5000美金，我觉得买不到。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它的价格区间从何得来，这些国内都特别火的剧啊。以我的经验，从正儿八经的版权方手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人通过 LinkedIn 或者是我的 YouTube 账号的邮件来联系到我，购买中国国内的版权。所以呢，我就想做一期视频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中国国内短剧版权的一些现状，以及可能会踩的坑。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国内版权的现状吧。我之前在另外一个 YouTube 视频里有讲过，中国国内的短剧又叫小程序剧，它主要是在抖音上的，它是在抖音里边有一个小程序剧场。那观众为什么能看到这个剧呢？是因为有平台的投流。那平台投流如果能投起来的话，平台会花很多钱，也就是说，平台在整个的市场上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咱们这么去理解啊，比如说一部剧拍出来之后，平台比如说先花1000元先去测试一下，如果 ROI 打正了，就是高于1.2或者1.1，甚至现在1.1都开始往下投了。高于1.1之后，那比如说会用5000块测，如果继续打正的话，就是比如说1万块、2万块、3万块之后，这个数额会越滚越大，因为你等于花出的钱，它充值又回来了嘛。只要一部剧能投起来，那么就会花非常多的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平台就有非常重要的话语权。在中国有小程序的平台跟制作方，大多数的版权都在平台手上。比如说，我现在就在一个小的平台工作，我是平台的制片人。那么我们平台做什么呢？我们会养一些编剧团队去出剧本，这个剧本会给到制作方。如果你是 T0级别、T1级别的团队，我可以去对投，或者是投你30%、40%。但是普通的团队，没有什么太多作品的，那可能我们平台会让你全部投资。即使在制作方全部投资的情况下，这个剧的版权大多数情况下也属于平台，是因为我们在抖音上投流是需要花很多钱的。如果一个剧投起来之后，这个剧的投流成本甚至有可能到大几千万的情况下，那么对于制作方，它的制作成本可能也就是40万、50万的情况下，投流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这种不对等的情况下，平台就具有了相当大的话语权。所以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大多数会把这个版权签在平台手上。所以如果我们海外的朋友想要买版权的话，大多数你都应该去找平台去。比如说九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或者是点众，这些都是手上拥有版权的。具体你要看这个双方签订的合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市场上绝大多数都是第一种情况，绝大多数的版权都在平台手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有的制作方觉得我不想版权放在你平台手上，我自己去找编剧去写剧本，那么这个版权就会划在制作方手上。但是出现一种情况，有可能是好几个制作方，或者是一个制作方跟几个资方共同投资这部剧，那么有可能这个剧的版权是他们几个制作方和资方共享的，这个情况也要看具体的合同怎么签，查到具体的合同。那在第二种情况下呢，版权是属于制作方手上的。那如果咱们海外的朋友想要去买版权的话，应该联系的是制作方。为什么会出现海外的朋友觉得一部剧也就是2000块、3000块、5000块人民币呢？2000块人民币大概是300美金。你说300美金能不能买到剧呢？比如说非独家1年的授权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于上榜剧是不可能的。有可能是一些老剧，有可能是一些质量不是那么高的剧。那有人愿意卖，那个是可以的。
甚至平台有可能特别特别老的剧，他会愿意卖出一笔算一笔的钱嘛。但是作为新剧，作为近半年的新剧，有爆款演员出演的剧、上榜剧，这个价格基本上都是不可能。那现在市场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中介有一些是真的中介，有一些是假的。我们先说真的中介的情况，真的中介会假装自己是一个买手，去跟各个平台、各个制作方聊，因为平台的剧它也会往外卖。平台的剧做完之后，它除了上自己的平台之外，它也会卖给其他的一些平台，这样收一笔钱嘛。那这种所谓的中间商，他就会跑过去聊，比如说你这个多少钱啊，你出给我啊。之后呢，拿着这个信息再去找另外一个平台，或者说他去跟制作方聊，如果这个版权在制作方手上的话，那么他会拿着这个信息去跟平台聊，就做这么一个中间商。如果说制作方觉得那好，10000块人民币我可以卖的话，那么他就拿着这个信息去跟平台聊，那说卖15000，他就中间去做这么一个撮合。确实有这么一种情况，他可能手上有很多剧。但是大多数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如果你看到所谓的什么上榜剧，有些爆款演员的剧或者新剧，还只有2000到5000人民币的话，不好意思，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你买到的是盗版，你绝对买不到正版方的授权。因为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市场上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有后期公司之前递给过一个清单，打开 Excel 里面有100多部剧，正常有这么多部剧，只有可能是第一是小平台，像小平台的话，一个月可能会拍10到15部剧，这个版权属于平台。那么你有2年的时间，你手上有200-300部剧很正常，或者100-200部剧很正常。更大的平台剧会更多。如果说你是大的制作公司，你一个月比如说拍3部、5部或者6部剧，那你一年的数量是可以算出来的。那为什么这个后期公司手上有这么多的剧呢？那明显就是盗版。他因为做后期的手上就会有完整的剧，他会做一些样片出来，他可能把一些名字改掉，比如说霍少的新奸宠，他就改成霍少的甜蜜婚恋，类似这种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卖。或者他把这个东西给到另外一个中间商，这个中间商就开始把名字改一改，就开始卖。也有人去收，为什么敢收？那收据的人会觉得你敢卖，我就敢收，对吧？那到时候出问题我就告你。但是呢，在中国国内打官司又很麻烦，包括时间又很长，可能公司到时候又关掉了又怎么样？那些人就钻这个空子，卖剧人反正先赚一笔钱是一笔钱，所以很多的盗版就是这样，尤其是卖给海外的。那如果你找的人不对的情况下，你就要思考这个逻辑。这个逻辑是他既然不是平台，他手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剧？这些剧价格又这么低，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在海外的朋友如果要买版权的话，确实有一点难。你首先要找到关键的人，这个人是不是平台的？一般正常卖版权的这个职位啊，叫做商务制片，基本上就是他干的事就是把，比如说平台拍好的剧卖给其他平台，来看有没有付费，大家再分一分成。或者说卖给这个免费端，比如说红果、拼多多、美团，这些都可以去卖。另外一点呢，如果是制作公司的话，你可能又需要去具体的看他签的合同，他跟平台签合同的时候，这版权方到底在哪里？需要你具体问他要合同，版权是不是在制作方手上？另外呢，你要确认跟你签合同的这一方的公司名字要跟合同的主体对上。海外的朋友问我，中国国内怎么去确认这个版权呢？比如说制作方他自己投资拍了一个剧，他手上拥有版权，过来跟我们聊，那我们说好。首先你要提供第一制作合同，你肯定跟投资方签了一个投资制作合同，对吧？第二呢，就是你需要提供开机照。正常我们开机照会有个背景板，背景板上会写出品公司、联合投资公司之类的，跟我们签合同的主体名字就必须跟上面的这个开机照所对应。那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这样比较简单的去判断一下吧。我们很少说把这个剧做完之后上传到某一个版权网站，获得一个什么版权认证。如果说海外的这个合作方想要这么做的话，可能中国的合作方大家不是很愿意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国内就是这么去确认权利的。那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只能就是这个通过可能法律啊，或者是各种途径去干预了。你甚至像我们在中国国内的这些平台方或者小制作方都有可能碰到被骗的情况。有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投资人朋友，他就帮别人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人呢，就是从 A 的手上买了某一个剧的版权，但是发现这个剧 A 其实并没有版权，就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他就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作为海外版权来说，这个大家要有谨慎，尤其是海外的朋友，因为你们隔得更远。你想，我们在中国国内都会出现这种版权的纠纷，更别说海外。那么大概的价格是多少？价格这个区间其实变动很大。比如说特别特别老的剧，如果量很大的话，1000块钱、2000块钱一年非独家，或者500块，有人就愿意卖，因为反正他的剧这么老，如果愿意收的话，那他们多卖一份钱是一份钱，那有可能很低很低，有可能买。但是如果是好的剧、新的剧、上榜剧的话，大概的区间可能到2万、3万、4万，甚至也有一些比较厉害的版权方，他可能要价到10万，非独家一年的版权，或者是10万以上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东西得看各家版权方的情况，这个是可以谈的。但是你要说半年以内的新剧，质量比较好的或者上榜剧，这些你要说这个几千块去买，绝对不可能，你绝对买得到版了。我们版权一般是怎么卖呢？我们先说从平台方的角度啊，首先我们把剧本给到这个制作方以后，我们签署制作协议，那签出来就是版权属于平台，制作方只有分账的权利。比如说制作方全投的情况下，我们会给他充值的总充值的6%。比如说充值有2000万，那就是2000万人民币乘以6%。制作方全投的情况下，他能够得到的收益。合同上会签好，比如说这个海外版权由平台拥有，制作方只拥有分账权。那他会分多少？这是具体在合同里去规定的。我们把剧本给到制作方，制作方拍完给到我们成片之后，我们就进行测试投流，然后利润进行分账。那第一阶段我们先跑的是付费端，也就是在抖音，我们大部分指的投流就是在抖音里投流，这些观众是需要付费观看的。那么回收的这个钱就是所谓的充值，只要充值打正了 ROI 1.1以上，我们就会继续投流。首先跑付费，这个就叫付费端。现在因为市场变化很快，所以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跑1个月的付费端，甚至只有半个月的付费端，然后我们就转为卖免费端。那这个事情就交给了平台的商务，商务卖免费端，比如说去跟红果、拼多多、美团这些 app 去谈，卖给他们。再过一段时间之后，第3轮我们就开始卖海外。像我工作的小平台来说，我们正常第1轮先卖 app。报价就是几万块钱人民币保底加分成的形式，比如说2万块、3万块加一个分成的形式。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卖 YouTube， 有专门的一些人去买来去到 YouTube 进行运营，我们的平台就会把这个版权卖给他们。或者说有一些平台自己会有 YouTube 的代运营，他就会把这个交给代运营，然后跟代运营进行一个分成，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中国国内主要是卖版权的一个阶段。好，下面我们的问题是怎么来判断这个剧是热剧是上榜剧呢？上榜剧上的是什么榜呢？推出一个东西叫做 AD x 或者叫 ADX。ADX 它的中文名叫剧叉叉，它的英文叫 Data Eye。那它是什么呢？它的公司介绍上面写了 ADX 的热力值，指的是根据短剧在统计时间内抖音爆量的素材、关联素材数、关联计划数等指标，按 Data Eye 自有算法模型计算得出的，反映其在媒体投放消耗的火热程度。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要在抖音上进行投流，那么如果这个剧越火，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剪辑的切片素材在市场上流传，它就抓取这些素材量，它会有一个计算的算法。那至于具体是怎么算的呢？我真的有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怎么算，当然人家是不会告诉你的，他说这是自己的一个算法模型，就跟抖音的算法一样，它是不会公开的。像我们行内业内都会按照这个 AD x 东西去进行计算。那我们等会儿会演示一下，那我们点开来之后会有个热力榜，就比如说今天上榜了，有一个榜单，比如说有上榜剧第1名，那一定卖的非常非常非常贵。如果说它连续1个月都上榜，那这个剧是一定很贵，你绝对不可能很便宜的价格去买到这个上榜剧，尤其是榜1的剧，都是有这些东西都是有历史可查的。微信的小程序里搜 ADX 热力值应该是可以搜到的，但具体的东西可能你看不到，因为这个东西是付费的，它1年公司大概要交10几万人民币，这样子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后台数据，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比如说素材消耗量。那么怎么去判断一部剧到底充值了多少呢？现在跳转到制作方的角度啊，制作方现在手上好不容易找到了投资，然后从平台拿到剧本，
那平台我们拍完剧，制作方拍完剧之后给到了平台，那平台会说啊，我投流花了很多钱，但是你这个剧呢其实没有挣钱。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扯皮，因为平台具体花多少钱去投流，从制作方的角度来说，制作方是不知道的。我们去看其他的剧，我们怎么去猜测它大概是有多少的充值量呢？这是我老板的一个估算的方法，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大家就怪他，不要怪我。我要补充一下，就是 AD 差这个热力值的话，如果特别特别老的剧，它可能抓取不到，所以它的数据没有那么准。像近1年以内的话，基本上数据还是比较准的。那么如果是这个热力值写了1000W，大概就是1000万，那么我们正常是乘以0.7。也就是说，这个剧的热力值是1000万，那它有可能的总充值就是700万人民币。那如果说是制作方全投的情况下，我刚才说了，大部分制作方是拿到总充值的6%，那我们就可以算一下，在这个付费端，制作方就获得了42万的回收，然后免费端再跑一段时间，几个月以来可能有1万、2万、3万，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能跑多少钱。比如说就能收个5、6万，再卖一些海外之类的，可能大概最终回收是55万到60万左右。如果制作这个剧的制作成本是40万的话，那么它最终收益可能就是20万，这就是它的最终收益。如果你可能看到的这个热力值如果过低的话，比如说有300W 就是300万嘛，那么这个剧基本上就是可能会亏，具体得看它的制作成本。我们在搜索这个剧的时候，还能看到它的总观看量。有可能有一些剧会出现的情况是总观看量很高，但是总素材量比较低。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很多观众去看，但是呢，到付费点的时候，它就不付费了，那么就会导致整个剧的观看量很高，它转换率很低。那么如果海外的朋友在买的时候，其实可以考虑走免费端，比如说你的 App 上是看广告的形式，那么这种剧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制作公司自己有一个东西叫端原声，也就是他自己在抖音上开了一个剧场。如果他的粉丝量够高，他甚至可以通过这些粉丝进行自我转化，所以有可能这种剧会在 Data I 的播放量看起来很高，但是呢，它的热力值很低。有可能情况就是它没有剪切非常非常大量的素材，因为它自己的这个端原声，就是它自己的小程序剧场里边，它的粉丝量就足够，可能有2000万粉丝或者3000万粉丝，把这些受众转化成它的充值付费客户。那么它就不需要花很多钱在抖音上进行投流，所以它可能抓取的热力值就会比较低，这是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那这是我从市场上了解的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买剧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国内的一些所谓的上榜剧啊，这样子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大家就尽量避免去收到一些其实没有版权的剧，这样子就有出现一些版权的纠纷嘛。那另外一点就是买剧的时候会需要这个素材，就比如说剧的原素材，但是很可惜的是，大多数比如说1年半前、2年前的剧，很多的后期公司，包括制作方手上，包括平台手上都没有原片，就只有一个已经合成好的剧，中间包括中文字幕之类的东西，一些这个 AI 的技术手段进行抹除。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在中国国内，我们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也得承认，就是我们对音乐版权上不是很重视，所以有很多的音乐没有海外的版权。所以这些剧在卖给海外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当心，它里面的音乐有可能是有问题的。现在比较新的剧，比如说这半年以内的剧，你大部分都可以要到一个清洁版，就是比如说没有中文字幕的，或者是没有音乐的这个版本是可以要到的。所以大家在购买新剧的时候就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老剧的时候，就是一个是音乐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它找不到清洁版这个问题。有些剧在国内跑得很好，比如说上榜剧或者怎么样，但是由于文化差异等原因，可能在海外也并不受欢迎。但是呢，因为我们国内的思维会觉得这是上榜剧或者怎么样，可能要价相对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同样的也会存在一种情况，有一些剧它并不是很热门的上榜剧。但是这些剧呢，在海外会跑得还不错。就像我们公司有一部剧叫做《退休后闪婚》，甚至它都在中国国内不是一个很排在前面的上榜剧，但是在我这个部门运营的 YouTube 频道里，它就爆了。
所以这有可能存在一个就是大家能够以相对低的价格买到一个很不错剧的情况。但是呢，说实在话，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太可能用很低于市场的离谱的价格去买到一个很好的剧，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好吧，今天大概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视频的底下给我留言，我尽量去给大家解答，去抹除这个信息差。好啦，今天的小视频就到这里。那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欢迎关注我的频道。